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狐妖小红娘王权篇，诚意单扛能否破局？东方奇幻 IP 的救赎之战，狐妖小红娘王权篇，诚意单扛能否破局？东方奇幻 IP 的救赎之战。在国产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2025年，头部 IP 改编作品已成为各大平台的兵家必争之地。然而，作为国漫顶级 IP， 狐妖小红娘的真人化系列剧《月红篇》与《竹叶篇》却接连遭遇口碑与热度的双重滑铁卢前，两部剧集均未突破爱奇艺热度值1万的爆款线，及均播放量长期徘徊在1000万左右。甚至出现首日高开，次日断崖式下跌的尴尬局面。如今，系列第3部《王权篇》携程毅、李一桐等演员登场，舆论压力却几乎全部堆向了程毅一人。面对前作失利、女主有角色无爆剧的困境，这位以古装美强惨角色著称的演员，能否以一己之力扛起整部剧的命运？前作失利 IP 改编的魔咒与观众期待落差。狐妖小红娘作为国漫领域的现象级 IP， 其真人化改编自立项之初便备受瞩目。然而，前两部剧集《月红篇》《竹叶篇》的接连失利，暴露了 IP 改编中的3大核心问题：一、剧情魔改，原著粉与剧粉的割裂之战。前两部剧集在剧情上对原著进行了大量改编，例如《月红篇》将涂山红红与东方月初的转世续原主线弱化，转而增加原创支线；《竹叶篇》则将王权霸业与东方怀竹的虐恋情节处理得过于偶像剧化，导致原著粉吐槽人设崩塌，剧粉则抱怨节奏拖沓。这种改编策略既未能讨好原著受众，也未能吸引新观众，最终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困境。2. 妆造争议，东方美学与现代审美的水土不服。前作中，部分角色的妆容造型被指过度西方化，例如《月红篇》中涂山红红的服饰设计采用大量金属装饰，与原著中狐妖的柔美形象相悖；而《竹叶篇》中王权霸业的面具梗被过度娱乐化，削弱了角色的悲剧色彩。这些争议反映出剧组在东方奇幻美学与现代审美之间的平衡难题。3. 演员适配度、流量与演技的错位选择。前两部剧集的主演多为流量明星，但部分演员的演技与角色适配度不足。例如《月红篇》中某演员被批评眼神空洞，无法诠释涂山红红的妖性与人性并存。而《竹叶篇》中男女主的 CP 感也被观众诟病为工业糖精，这种选角策略直接影响了观众的代入感。2. 诚意单扛，压力与机遇并存的救赎之战。在《王权篇》中，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一角，既是王权世家的最强兵器，也是被家族禁锢的悲剧性人物。这一角色与程毅此前在《琉璃沉香如屑》中塑造的美强惨形象高度契合，但压力也随之而来。1. 演技挑战，从破碎感到复杂性的突破。王权富贵的人设兼具冷峻与觉醒双重特质。前期他是家族的兵器，眼神冰冷，动作凌厉；后期因青铜的出现逐渐觉醒自我意识，内心开始挣扎。这种角色转变需要演员通过微表情、肢体语言等细节呈现，而程毅能否突破破碎感的标签，展现角色的多层次性，将成为观众评判的关键。2. 流量压力，程毅能否以一敌百拉动热度？从数据来看，程毅是王权篇中唯一具备扛剧能力的演员，其主演的《莲花楼》曾创下爱奇艺热度值破万及均播放量超3000万的佳绩，而沉香如屑的应渊一角也为其积累了大量仙侠剧受众。然而，前作失利已让部分观众对狐妖小红娘系列失去信心，程毅能否凭借个人号召力力挽狂澜，
仍需打上问号。3. 与李一桐的化学反应1+1能否大于2？李一桐饰演的青铜是毒娘子派来的间谍，与王权富贵从敌对到相知的情感线是剧情核心。然而，李一桐虽在《狂飙》和《丽华亭》等剧中贡献了出色表演，却始终缺乏一部爆款主角剧。此次与程毅合作，两人能否通过演技碰撞出 CP 感，将成为剧集能否破圈的关键。3. 李一桐的破局机会，从配角到主角的逆袭。在王权篇中，李一桐的青铜一角既是妖族间谍，也是自由觉醒者，其人物弧光与李一桐过往的白月光类角色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角色对他而言，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1. 角色适配度，从温婉到妖媚的突破。李一桐的古装扮相以清冷感著称，但青铜一角需要他展现妖媚与纯真的双重特质。例如，青铜通过蛛丝为王权富贵展示外界风景时，眼神需透出狡黠与温柔；而后期觉醒自我意识时，则需通过台词与肢体语言展现角色的坚韧。这种表演层次对李一桐而言是全新尝试。2. 与程毅的对手戏能否擦出火花？剧中，青铜与王权富贵的情感线以双向救赎为核心。例如，青铜用蛛丝为王权富贵编织外界风景的场景，需通过细腻的表演传递角色的孤独与渴望；而两人在苦情树下签订转世续缘的高光戏份，则需演员通过眼神与肢体语言展现一眼万年的情感张力。李一桐能否与程毅形成1+1大于2的化学反应，将直接影响剧集的口碑。3. 爆款前置能否打破有角色无爆剧的魔咒？李一桐的代表作《狂飙》中，他饰演的孟玉虽深入人心，但并非主角；而贺丽华亭的陆文熙则因剧集热度不足未能出圈。王权篇作为头部 IP 改编作品，若能成功，将成为李一桐首部爆款主角剧，为其演艺事业打开新局面。4. 剧集破局能否打破 IP 改编的三重门？面对前作失利与观众质疑王权篇若想逆袭，需在以下3方面实现突破。1. 剧情还原，尊重原著与创新的平衡。剧组需在保留原著核心情节的基础上，对支线剧情进行合理改编。例如，可增加青铜与王权富贵互动的细节，展现两人从敌对到相知的情感变化，同时避免过度原创导致人设崩塌。2. 妆造升级，东方奇幻美学的现代化表达。从目前曝光的路透照来看，王权篇的妆造设计已明显优化，程毅的王权富贵造型以黑金为主色调，凸显角色的冷峻与高贵；李一桐的青铜则以紫罗裙加蛛网花钿展现妖媚气质。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传统东方美学，又符合现代审美，有望扭转前做妆造争议的负面印象。3. 营销策略，从流量到口碑的转型。剧集需避免前做过度依赖流量的营销模式，转而通过演技高光片段、剧情名场面等话题吸引观众。例如，可重点宣传程毅与李一桐的对手戏片段，或青铜用蛛丝编织风景的特效场景，以内容而非流量引发讨论。程毅能否创造奇迹？在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中，程毅的单扛既是压力，也是机遇。若他能凭借演技突破美强惨标签，与李一桐擦出 CP 火花，同时剧组在剧情、妆造与营销上实现全面升级，这部剧或将成为2025年国产剧市场的黑马。然而，若延续前作魔改剧情、妆造争议的老路，即便有程毅的加持，也难以打破 IP 改编的三重门。对于李一桐而言，这部剧是他从配角到主角逆袭的关键一战；对于程毅而言，这是他证明扛剧能力的又一次挑战。在这场救赎之战中，
观众期待的不只是爆款，更是一部能真正诠释东方奇幻美学、传递人性深度的诚意之作。